檳城南洋的代名詞，熱帶的炎熱混合着明朝移民留下的足迹。榴蓮是我們來此的一個新理由。1938年，郁達夫也曾來此，稱這裡是最能撫慰人心的南國風光。但80多年過去了，為何這裡依舊能吸引着我們一再前來呢？朋友們，到達檳城啦，然後現在剛下飛機。開始我以為呢，檳城應該會像那個曼谷一樣非常的濕熱，沒想到呢還挺涼快的。現在有一陣一陣的風吹過來，然後現在正在停車場等車。現在是在打 Grab 網約車。東南亞這邊呢，就是打 Grab 比較多一點，叫車去那個喬治亞市。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檳城其實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分為威省和冰島。我們要去的喬治市就位於冰島上。幸運的是，從機場去喬治市的路上，我們遇到了一位非常健談且友善的華人司機。一路上，他們跟我們聊了很多，聊起了當年華人下南洋的艰辛。東南亞這邊也是很危險。以前100多年的話，是沒有郵輪，是風啊，帆船鬧風了。從中國下來這邊可能要幾個月，還要看那個風向，這個船又不大，會有很多吧，死在海上。The reason why they went to Southeast Asia is very clear. There was a better future awaiting them. At least that is what they were expecting. 檳城華人會講很多語言的，最少是4種，有的更厲害7、8種。我們檳城的閩南語就比較特殊。怎麼特殊啊？它的腔調不一樣。我們這邊其實跟香港有差不多有一樣，但是香港是講廣東話，講廣東話，裡面會英文，有時會摻一些馬來文。所以你們聽的根本就是好像聽得不大懂有一些聽不懂這都是閩南語和英文混在一起啊。閩南語有時候又加馬來語，它整句話裡面可能1、2句是馬來語，有時又加上普通話，有時又加那個廣東話在裡面，所以你們聽的你們根本就哇，你們這話怎麼這麼特別的，懵了。司機大哥告訴我們，在檳城的族群有很多，平常要跟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所以大家基本都會好幾種語言，這更像是生活中磨練出來的生存技能。聊着聊着，我忽然想起來，檳城的福建麵很有名，所以就問了問司機大哥。既然有個福建麵，我們在福建是沒有這個麵的。是沒有這個麵嗎？我們福建是沒有福建麵的。我看網上說檳城有叫福建麵，他們講有是不是名字不一樣而已？我不知道，但也有人跟我講，味道都相差不遠。不遠是吧？那我也沒有吃過，大家去試一下。所以我就找了個小吃一條街來試一下福建麵。真的美食一條街。OK， 朋友們出來點了一個福建麵，給大家看一下，還有一個西瓜汁，點了一個混的，這是一個麵加米粉。先拌一下，嘗一口湯。哇，好辣呀！他們這邊還挺能吃辣的哦，可能是我剛才把所有的辣椒都倒進去了，他給了一個辣椒。先試一下它這個粉，它的粉都就好像我們福建的有種叫做興化米粉的那種粉，但是它沒有那種興化米粉那麼有嚼勁，它比較軟一點，可能它煮的比較久，有點像。這個麵呢就很像那種油麵，然後裡面放了雞蛋，還有一些蝦乾什麼的小海鮮，整體來說還不錯啦，就是有點微辣。哇，好爽啊，在東南亞喝這種冰的東西。好餓啊！我今天國內飛到吉隆坡，差不多飛了4個小時，然後轉機又等了差不多3個小時多，然後到檳城呢又延誤了一會兒，然後再打車到喬治市，差不多花了我快要1整天的時間，大概差不多7點50分，大概8點的時候才到這裡，太累了，而且很餓。那不說了，先吃飯吧，拜拜。哇，檳城真的是也是遍地都是榴蓮店。剛剛在這個炒蝦條的隔壁有一家榴蓮店，60塊錢一份，感覺還挺不錯的。現在給我們開榴蓮。黑刺啊，黑刺。這個1公斤多。1公斤多60 OK。60塊錢，師傅還給我們裝了個床，看着不錯。這大個的是黑刺。
哎，这也是苦哎，还是它这个品种本来就有点偏苦，但是它苦中有点带一点回甘的那种甜。槟城的榴莲通常是树上熟，所以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十足，入口微苦，吃完会有一种回甘。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種風味的。剛才跟他們學了一句馬來文，怎麼講來着？不累不累，不累不累。這台真的是再見了，明天見。嗨，大家好，在我的身後呢是東南亞最老的聖公會教堂，就是這個白白的建築。那它建於呢1818年，看純白無瑕，很漂亮。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全景。哎，看建築是不是挺好看的？實際上呢，就很多人來這裡拍照打卡。我覺得整體來說呢，也是蠻上鏡的。它單獨拍的話，也是特別好看。在東南亞呢，實際上有很多這種歐式的建築，但我覺得這種純白的感覺還是挺不一樣的。我是挺喜歡的。拍個照片。在檳城，除了歐式建築、清真寺，你肯定會見到很多中式寺廟，這是南洋華人下南洋的見證。而在檳城這邊還挺多房子，就是西式的這些騎樓旁邊就有一個小寺廟這樣的感覺。在檳城這邊，很多的這種廟宇上面的那種嵌瓷工藝跟潮汕閩南那邊好像都是一樣的。在逛完中式寺廟去往壁畫街的路上，我看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在檳城有我在檳城很想你。朋友們猜我現在到哪裡了？這個姐弟壁畫街，估計就檳城最多人來的。據說這個姐弟共騎呢，實際上它是有一個原型的，就是這張照片，這是它的原型。後來呢，就是有藝術家根據它這個原型啊，然後就畫了這幅壁畫。這個現在是檳城非常有名的一個壁畫，基本上所有人來檳城都會來這裡打卡，所以有很多人。離開了壁畫街，我們來到了信士橋。信士橋呢，也是當地華人的一個聚集區，這邊有信誠橋、信州橋、信里橋等等。在檳城為什麼有這麼多信士橋？有信陵橋、信誠橋、信州橋等等。早年福建華人到檳城打工，買不起陸地，就在海邊搭木棧橋，蓋海上木屋。同個姓氏的族人聚居同一座棧橋，慢慢就叫信州橋、信誠橋、信陵橋，統稱信士橋。再看這個海上小屋，是不是很多人在這裡跟他一起合照？實際上的話，他是媽祖廟來的。這個是馬來半島，這邊北上是泰國，南下是新加坡。這裡以前都是漁民住在這裡，對不對？不是漁民，以前那個船，那貨物來這邊呢，那個苦力啊，人家苦力。哦，就苦力，然後就住在這裡。這個開播200多年吧了，都是華人在這裡哈。1789年的時候，英國人來這邊的時候，華人很多。這邊講普通話不是問題。全世界只有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最完整的，1000多間的華文小學。好熱，來個冰試一下。愛玉冰是馬來西亞這邊的特色，它通常是用愛玉子手工搓出來的天然果膠，添加通常會加一些檸檬、糖水、碎冰，再配一些荔枝，入口非常的爽滑。在夏天來一口啊，真的非常的棒，好爽啊！晚餐時間又到夜市啦，去排隊吃炒粿條。來，有蝦有粿條。OK， 剛剛可以看到它是真炭火烤出來的，它是把那個炭火的那種煙燻味又炒到它這個粿條裡面，就感覺特別不一樣，還挺不錯的。但是它是那種乾炒粿條，這種粿條好像我感覺跟潮汕的比還是比較薄一點，沒有像其他的粿條，我在潮汕吃的感覺比較厚實。下雨了，朋友們，然後我現在在升旗山，本來是要去羅浮山背吃榴蓮的，但是呢，因為下雨我不敢去摩托車。而且拼車的人不太合適，後面就沒有拼成功，然後最後沒有去，所以就直接來了升旗山。那我後面就是升旗山的纜車，據說呢，這個纜車啊是在1923年英國人建的，現在有超過100多年了。車廂應該換過，但是軌道呢，據說還是原來的軌道，就連郁達夫當年來檳城做的也是這條軌道，100多。OK， 到山上來了，但是這個雨下的整個山都霧蒙蒙的。現在正爬上去觀景台，是吧？
我看这个天氣好像慢慢要放晴的樣子哎。上來竟然有個印度廟，印度廟就給我一種非常熱鬧的感覺。再往上走，這個山頂的小房子還挺好看的，有點歐式莊園的感覺。哦，這不是莊園，原來是以前英國人建的一個門樓，這是一個歷史遺跡來着。哇，開始慢慢出太陽了。現在在等霧散開，你看現在外面霧蒙蒙的，那出太陽了，我感覺再等一會兒就可以看到它的全景了。A few moments later， 還是霧蒙蒙的一片，即使等了很久，它還是看不到什麼很好看的。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天氣好的時候過來升旗山是最好的。下山了，中午好，回到喬治鎮，現在天氣特別不錯，看這個太陽，這個大藍天，到那個某書上面推薦的一個巴薩上面來吃點東西。米其林的鴨肉果條湯。這個鴨肉果條當然是我在檳城感覺吃到最好吃的。吃完這個鴨肉麵，大家往後面走一走，在後面呢還有幾家榴蓮檔口。碰到一個阿叔啊，超熱情的，嘗嘗看原生果泡。阿叔跟我說，在檳城存在着大量的土種榴蓮，單憑外表很難分辨出來，只有切開之後才能揭曉答案。果肉色澤風味其實都不太一樣，挺簡重哦，有時候是青色、白色、米色，然後黃色、淺紅色，就這樣子，不一定是什麼顏色，因為我們看不到、見不到它的那個果。要是說我整天在那個園裡面住，我就會，因為7000多顆你見不到。7000多顆。我們有註冊就認得到，沒有註冊就認不到。好亮呀，這個好好吃哦，這個很綿哦，很綿哦。這個呢，你們能夠有吃酒味的嗎？酒味吃不了很多，吃一點。它這個可能會有酒味，因為果來講，它有5個味道，有草花香、斑蘭葉、堅果、酒味，還有起皺紋的，就是熟了啊。這個果呢，要採哦，這一天很難採，它的樹幹會斷，斷了掉下來就完蛋了。多數我自己採。你自己採的哦，對。你要是說找員工哦，你開銷就大了。今天的戰果。嗨，朋友們，我現在在那個巴都丁儀海灘。大家看今天的那個海灘的天氣，感覺一般，但是來的時候呢，我感覺天氣還蠻好的。檳城這邊感覺怎麼一邊天氣是晴天，然後一邊天氣感覺像陰天一樣。不過聽說呢，這邊晚上有那個焰火表演，不太清楚。剛才在路上的時候路過了一家那個肉骨茶店，試了一下，感覺很像國內的藥材湯，就是大概這樣子。我也不太清楚正不正宗啊，反正確實太像了。然後就來這邊坐一會兒，挺舒服的，風很大，然後也不會很熱。現在慢慢開始出太陽了，看到了嗎？看到嗎？感覺可以看到日落哎。看到一隻烏鴉在偷東西，我都服了。天哪，真的烏鴉在偷東西啊！還沒結束呢，我們又返回去吃了一次榴蓮拼盤，這次只花了55馬幣。檳城的榴蓮隨行就是按照當日的行情來定價，所以這次的性價比就更高了。那檳城讓人上癮的秘密究竟是什麼呢？一開始我以為是吃不完的美食和榴蓮，後來我才發現真正讓人上癮的是異國他鄉聽見的鄉音和那些友善的難以讓人忘記的人們。感謝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點讚、多多關注、多多收藏哦。感謝大家，拜拜。